全新權力，全新政策，全新嘅競爭，呢啲改變亦都為2025年帶嚟一系列嘅環球風險。踏入全年尾聲，美股、比特幣雙創上歷史新高。不過 IMF 就表示，如果世界經貿合作脫歐，可能會導致世界 GDP 損失接近7%。央行行長亦都警告，特朗普回歸係經濟最大嘅風險。JP Morgan CEO 亦都警告，地緣政治風險正喺度不斷咁樣上升。新一年全球嘅7大風險又係咩呢？我哋可以點樣準備？今日我會同你哋走晒全個世界。我會盡力cover 多一啲方面同你哋一齊睇，先由美國開始。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呢一幕將會重演，特朗普將於1月20號正式入主白宮，不過佢未上任就已經喺網上發出呢個貿易戰書啦。係啊，特朗普可以喺上任嘅 Day 1就繞過呢個國會，直接自己揸 fit 去剷除佢最唔想見到嘅嘢，即係總統行政命令。我哋一齊睇下呢一個特朗普潛在嘅政策執行表，當中呢個總統行政命令亦都係我最關注嘅嘢。佢可以直接下令加中國嘅商品10% 關稅，或者加拿大、墨西哥25% 嘅全面關稅。特朗普仲話，如果金磚國家想挑戰美元嘅話，就會同佢哋徵收100% 嘅關稅。佢仲可以自己揸 fit 驅逐呢啲非法移民，甚至可以即時炒咗聯儲局嘅主席鮑威爾。對我嚟講，成個執行表最重要係呢兩個風險，就係關稅同埋炒呢個聯儲局主席。加拿大、墨西哥同埋中國就係美國頭3大嘅貿易夥伴，所以特朗普亦都由佢哋開刀。關稅最大嘅風險係令到受影響嘅國家同埋美國之間嘅自由貿易協定有機會失效，或者呢啲國家進行同一樣嘅關稅報復，呢啲有機會令到美國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增加本土公司嘅成本。當然啦，佢哋又會將成本轉嫁去消費者，從而咧就令到國內嘅通脹升溫。而當美國少買外國嘢，就即係代表佢少用外幣啦，譬如人民幣或者歐元，變相佢哋就會留更多嘅美元。而當美元嘅需求增加咧，美元就會升值啦。貴嘅美元會令到世界經濟產出下降，對全世界嘅經濟係一個好大嘅負擔。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咧係控制通脹嘅主要舵手，加息減息嘅重要決策人。所以無論係美元升值、貶值定係通脹咧，都絕對關鮑威爾嘅事。You show up to the office once a month and you say, let's see, flip a coin。大家都見到啦。特朗普真係覺得鮑威爾阻頭阻勢㗎，覺得佢對刺激經濟一啲幫助都冇，仲講過咧話要炒咗佢。美國今年先啱啱開始減息週期，但係關稅加埋炒鮑威爾嘅消息，足以令到好多經濟學家將2025年嘅利率預測提高。咁呢個利率預測提高對我哋嘅最大影響係咩呢？就係你買緊嘅股票會變得太貴啦，即係你成日聽到嘅高估值。呢度我再講多少少啦，特別係對一啲增長股，譬如科技股咁啊。如果利率上升咧，即係話公司要借翻嚟嘅營運嘅錢嘅成本咧，亦都大增。而當投資者要估下公司喺將來可以賺到幾多錢嘅時候，如果呢個利率變高，佢哋就會覺得依家賺嘅錢咧變得冇咁值錢啦。利率越高，即係咧未來嘅錢睇起嚟就越唔值錢，咁樣股票嘅價值就會變低啦。呢個亦都係我哋傳統計算股票估值嘅方法。呢度咧資料實在太多啦。如果你哋真係想學完整嘅估值模型咧，可以 click 呢個連結睇一睇。美國聯儲下一次嘅議息會議咧，將會喺12月18號公佈，到時咧大家就要睇一睇呢個利率嘅走勢會點啦。同時佢哋亦都會發佈聯儲對未來呢個利率嘅預測，即係 dot plot。上次咧呢段影片咧已經有教到啦，想學嘅話可以 click 翻呢度。當然啦，特朗普嘅政策係一系列嘅，就唔單止係利率同埋關稅，而當中有2個嘅產業，我覺得受嘅影響係最大，不過亦都唔係一定係壞嘅影響嘅。2025年嘅外在經濟環境有咁多挑戰，我哋唯一可以做到咧就係好好裝備自己。作為呢個中小企嘅老闆，我都要喺2025年幫呢個 Wingseer 裝備好，增加呢個工作效率。多謝 Odoo 贊助今日嘅影片。Odoo 嘅一站式業務管理軟件可以幫你管理成間公司嘅流程運作。平時我要 run Wingseer，由出 invoice、管理 project 嘅訂單同埋客戶嘅關係，
甚至整成個嘅網站等等。Odoo 上面嘅70個軟件幫我解決各種平日運作上面遇到嘅問題，而我最中意 Odoo 咧係容易上手，又幫我慳咗好多時間。Odoo 最近就話我知，佢哋平台依家全面升級，改善翻咧現有嘅流程，所以管理成盤數咧會變得更加簡單。而喺出年2月嘅時候咧 ，Odoo 香港站將會有一個 business show。如果你係 run 緊一間中小企或者 IT 公司，呢一個 business show 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等大家互相 connect 一下，交流翻創業上面嘅心得。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用我下面嘅連結免費報名啦。有一隻股票喺特朗普當選之後，好似坐咗火箭咁。Shares of Tesla have jumped nearly 40%。呢一個就係 Tesla 啦。不過特朗普就一直公開表示，話呢個 EV 車會破壞美國就業同埋成個汽車嘅製造業，仲話最好 cut 埋政府對呢啲 EV 車嘅補助。咁點解 Tesla 股又會大升呢？因為好多人冇留意到車價一個重要嘅改革，可能由特朗普拍板。依家大家見到嘅美國聯邦汽車安全法咧，其實係老過你嘅阿爺。啱啊！你阿爺嗰個年代咧，真係冇見過一個冇軚盤或者冇 brake 嘅車。你哋睇下呢個法規上面清楚咁樣寫住，一個人坐喺軚盤後面咧就係司機啦。咁 Tesla 咁嘅車又點會合規喎？所以咧呢個亦都係 Tesla 點解喺美國嘅自動駕駛車 FSD 嘅框架之下，佢哋個 level 一直停留喺一個低層次嘅原因之一。因為佢呢個老過你阿爺嘅法規根本好難可以批到 Tesla 嘅自動駕駛技術。特朗普咧已經揾到交通部嘅新掌門人㗎啦。如果佢哋真係成功重整翻聯邦監管 FSD 嘅框架，咁樣對 Tesla 係非常之有利喎。當然啦，唔單止 Tesla 嘅，如果 FSD 真係成為下一個顛覆性嘅產業，佢周邊一啲咧上游下游嘅產業咧都可能連帶受惠嘅喎。第一陣我會喺影片嘅後部分咧再同你哋分享有咩好投資。另一個我注意到嘅產業就係半導體。特朗普一直都覺得拜登係洗腳唔抹腳。喂，使唔使對 Samsung 或者台積電咁好啊？貼咁多錢請佢哋嚟美國設廠，我呀有一個更好嘅計啦。You put a big tariff on the chips coming in. I say you don't have to pay the tariff. All you have to do is build your pl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係啊，對佢嚟講，直接加關稅一樣可以逼到你哋做到 Made in US 嘅晶片。咁樣真係同強迫咧係冇分別嘅，而風險咧就會落喺公司，成本亦都係喺公司度。所以我哋要留意呢個晶片關稅可能對晶片股票咧有好大嘅壓力，而其他國家亦都可能進行報復。咁當然啦，調翻轉嚟諗，如果美國公司嘅晶片設計技術咧仍然係世界 No.1 嘅話咧，其實佢淨係爭一個晶圓廠幫佢做出嚟嘅啫。如果佢依條橋真係成功嘅話，可能真係會做到特朗普最想要嘅增加就業同埋保留技術喺美國本土嘅目標啦。AI 發展咧就非常之快，不過全世界都擔心 AI 公司未必意識到佢哋嘅產品可能會對人類造成傷害。咁我哋又點樣保護人類呢？雖然呢條片咧就唔係真嘅，但係如果 AI 真係有一日贏我哋，人類就真係大件事啦。And it is adopted. Congratulations. 今年8月，歐盟正式通過 AI 法案，當中有2個最重要嘅日子，都係喺2025年發生，對成個 AI 產業係一個重大嘅衝擊。一個喺2月，一個喺8月。我哋一齊睇下呢個 EU AI 法案嘅風險塔。我哋需要了解咗佢係乜嘢嚟，先可以預測到成個 AI 產業可能會發生咩事。去到2025年嘅2月，呢個不可接受級別嘅 AI 禁令咧，將會開始生效。呢度即係指喺公共場所用人面識別、社會評分系統，或者係利用 CCTV 或者 Internet 去建立呢個面部識別，都係違反歐盟嘅基本價值觀。喺2025年咧係會全面禁止，而去到2025年嘅8月啊，高風險級別嘅 AI 法令咧都會開始生效。呢度覆蓋嘅產品就多好多。試想像下，如果 AI 可以控制你嘅水電，得閒又停你水，得閒又停你電，又或者 AI 亂比分，搞到你喺學校考試好低分，甚至有一部自動駕駛車突然
之間衝上呢個行人路，咁咪好大鑊。所以呢個 Level 2主要係圍繞一啲產品同埋系統上面嘅 AI 安全性，即係唔準開發嘅公司咧亂嚟啦。呢度對透明度啊、數據或者人手監督咧都有額外嘅要求。而喺有限風險上面咧嘅例子就係譬如一啲 AI 嘅傾偈嘅 chatbot 啦，或者係用 AI 做呢個寫作工具等等。而最細嘅風險唔會受 EU 監管嘅話咧，就係人工智能遊戲啊，或者垃圾郵件過濾器等等啦。咁其實成個法案咧係好長，我咧去睇呢份文件嘅時候，嘗試去理解成件事，其實 EU 最想達成係咩目標咧？咁我發覺咧最直接咧係由兩個角度理解，第一就係 closed source 同埋咧 open source。開完咧就其實好似一本公開咗嘅食譜咁，所有人咧都可以隨意咁樣攞嚟學啦，或者係改良佢啦，或者係創新啦。Open source 嘅例子咧有 Meta 嘅 Llama 啦，或者係 Stability AI 嘅 Stable Diffusion 啦，或者係 Mistral 嘅 7B。而 closed source 咧就好似一個秘製配方咁啊，即係得自己人咧先知道成個完整嘅 recipe， 其他人咧就算食咗嗰個成品啊，佢都冇辦法知道係點樣煮出嚟嘅。呢度最容易理解嘅例子就係 AI 助手啦，譬如大家成日見到嘅 OpenAI 嘅 ChatGPT 啦、Google 嘅 Gemini 啦，仲有 Anthropic 嘅 Claude 等等啊。作為投資者，對我嚟講，各大公司點樣去應對呢啲法案咧，先係最重要。而喺市場上面，我認為咧 ，Google 喺呢方面係走得比較前嘅。Google 早就喺2018年咧就發布咗 AI 嘅原則，強調呢個公平性、安全性、透明度同埋問責制。咁呢啲同歐盟嘅 AI Act 裡面嘅核心價值咧，其實都係相符。咁相比之下 ，OpenAI 同 Meta 嘅 governance 上面咧就比較新。譬如 OpenAI 咧到依家都仍然未完全公開佢哋個模型訓練嘅數據嘅來源同埋佢內容係啲咩。ChatGPT 嘅模型數據透明度係非常之低，所以成個 GPT 嘅系列咧，好多人都話佢係好似黑盒咁樣啦，啲用家咧係唔會知道個 AI 點樣做出佢哋嘅決定，點解會咁樣答你問嘅問題。而喺 ChatGPT 3之前嘅模型咧，基本上係冇充分評估虛假信息同埋 AI 網絡攻擊等等嘅影響咧，就已經推出啦。所以呢度亦都解釋到2年前點解 Google 咧係慢過 OpenAI 去推出呢一啲 AI 助手，點解 ChatGPT 咧當時係第一咧？咁我自己睇啦，成個嘅歐盟 AI 法案可能會成為咧世界呢個 AI 立法嘅參考標準，所以咧成個監管喺全球嚟講，去到2025年咧，只係會越嚟越嚴。短期裡面當然會對 AI 嘅發展可能會係一個掣肘，不過老實講，我自己就覺得長期嚟講咧，呢個可能係會對 AI 成長有好處，因為有呢個監管嘅框架咧，即係咧可以更加清晰咁樣俾到一啲方向，去一啲 AI 公司知道點樣發展，即係同 Bitcoin 一樣，依家越嚟越多監管咧，發展就越嚟越好。所以喺投資上面啊 ，open source 嘅公司嘅 project 喺法規上咧，其實係會有更大嘅優勢。相反啦 ，closed source 咧，佢面對嘅合規風險咧就比較多，投資上面咧就要更加小心啦。AI 法規喺歐洲固然重要啦，其實仲有一個我好關心嘅風險，歐盟嘅央行行長啊，即使特朗普係歐洲經濟最大嘅威脅，點解佢又會覺得特朗普會搞佢呢？有一個咧歐盟嘅關稅長期咁樣激嬲呢個特朗普，就係呢個啦。點解歐盟對車會收成10% 嘅關稅，而美國淨係收2.5% 嘅關稅呢？唔公平啊！咁我啲美國車點算啊？點解美國嘅平均關稅會比歐洲更加低呢？所以特朗普喺出年上任之後，好有可能咧會對歐盟徵收關稅，而 target 咧仲要喺車度。如果以10% 嘅關稅去計，呢一個措施將會對歐盟嘅 GDP 咧產生一個負面影響，而預計亦都會令到德國同埋英國對美國汽車出口咧大幅下降。喺歐洲裏面，英德兩個國家就係出口最多車去到美國噶啦。所以大部分嘅經濟學家亦都預期喺2025年歐洲嘅經濟增長咧仍然疲軟。尤其是係德國同埋英國，投資者咧就要更加留意啦。你哋睇下呢度，呢個就係3年前主要國家嘅利率走勢，而呢個係日本嘅利率。而去到今年1月，主要國家嘅利率已經攀升到去到呢度，但係日本咧依然係停留喺呢度。不過今年3月，日本呢個持續低沉咗10幾年嘅呢粒點，終於升咗少少。日本究竟發生咩事呢？日経平均株価は一時4200円以上値下がりしました。
更加令人意外嘅就係今年8月，日本加息唔夠嗰幾日就快速演變成為日本股市上面第2大嘅單日跌幅。 Billions of dollars being wiped from share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當時全球股市都受影響，係日本帶嚟嘅風險咧係全球性，所以無論你投資喺邊個市場，你都要了解日本，因為日本嘅資產嘅不尋常嘅舉動咧，可能會影響全世界嘅市場走勢。對全世界大部分嘅國家嚟講啊，減息係寬鬆貨幣政策 QE， 貨幣供應咧就會多咗，貨幣會自然走弱。不過日圓喺過去10年都係反常嘅，譬如喺2016年，日本減息減到冇得再減，於是佢哋就實行呢個負利率。但係當時日圓係升值㗎，因為市場認為一種係緊縮嘅政策 QT， 而唔係一個刺激措施。相反，2024年日本結束呢個負利率加息，日圓就貶值，啲人突然之間醒覺，哇！日本經濟終於起死回生啊！市場當時就視呢個結束負利率係一個經濟擴張嘅信號。你都要知道日本股市同埋佢嘅利率政策咧係走一個反向嘅關係。當日元升值嘅時候咧，佢哋嘅 Nikkei Index 咧係跌嘅；當日元貶值嘅時候咧，佢哋嘅股市就升。2024年日本央行加息之後，日圓大幅貶值，當時日本股市就威啦，升咗好多。係啊，咁樣唔係就係啱啦咩？就係唔係咁咯。日本央行喺7月加完息之後，股市咧開頭係先升幾日嘅，之後過幾日咧就大幅下跌，造成呢個迷你小股災。原因咧就係呢一個套利交易啦。過去10幾年以嚟，日本都係奉行呢個極低利率政策，投資者咧就依賴借一啲好平嘅日圓，再拎啲日圓去投資外國嘅資產，咁咪做到冇本生利啦。日圓自然就變成全球套利交易嘅關鍵貨幣啦。日本今年加息，令到借日圓嘅成本越嚟越貴。甚至係無利可圖，逼到大量嘅交易員急急咁樣賣出自己喺外國嘅股票資產，還翻借落嘅日圓，咁亦都形成今年8月咧日本同埋環球嘅小股災。所以喺2025年，我就會問2個嘅問題：第一，日本仲會唔會加息？第二，仲有冇呢個套利交易呢？如果睇翻日本央行嘅時間表，佢哋下次議息咧係12月18號，同美國一樣，而喺2025年將會有8次嘅議息會議。而我依家睇啦，預計日本咧喺2025年最少都會加1至2次息，而喺3月之前咧可能就會至少加1次啦。而喺出年，隨住美國貿易戰展開啦，美元預計係會繼續走強，日圓可能會仍然受壓。咁我依家都留意到，估緊日圓嘅期貨咧都喺度不斷咁樣增加，而嗰個平嘅圓字咧，亦都會引嚟呢個套利交易嘅胃口越嚟越大。所以喺2025年同日圓有關嘅套利交易平倉咧，可能仲會有好大嘅機會會發生。尤其喺第一季，日本嘅加息咧，可能會重新挑戰翻呢啲交易員佢哋嘅面對緊嘅成本問題。再加上咧，依家美股係創緊新高啦，日本加息係真係有機會令到佢哋咧拋售佢哋喺美國或者係其他海外嘅股票，而將呢啲資金咧由美國或者全球市場抽翻走，留翻去日本。2025年中國嘅經濟前景繼續成為問號，外國直接投資資金 FDI 連續3年下跌，香港亦都一樣。喺全球主要市場裏面，淨係得香港同埋中國嘅股市同佢哋嘅經濟發展咧成為反比。當然啦，經濟嘅問題成因有好多，但係今日咧我會集中睇幾點。Samsung Electronics will shut its only TV factory in China. Apple speeding up plans to shift manufacturing away from China. 喺過去幾年以嚟咧，外國公司離開中國嘅速度係越嚟越快，而喺特朗普當選之後，呢個關稅背景之下咧，預計佢哋遷離嘅速度咧可能會更加快。咁呢啲公司又去咗邊度呢？呢一個係蘋果嘅新印度基地，呢個係 HP 嘅泰國新廠，呢一個係韓國 Samsung 嘅新越南廠房，而日本公司任天堂就減少咗喺中國嘅製造，新廠地址咧就喺越南。為咗了解呢啲公司究竟搬完未呢，我又走去睇咗成個科技公司供應鏈轉移嘅計劃。喺上面就提到呢啲公司搬遷計劃咧係總共分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係下游電子製造業，即係組裝、測試同埋包裝啦。呢啲只係需要一啲好低成本嘅勞動力，所以呢啲公司好容易喺其他嘅地方咧會揾到。以蘋果公司為例，佢哋就由中國抽走部
分嘅投資拎咗去印度啦。而第二個階段係中油，中油嘅製造咧就更加注重技術啦。中國喺過去幾十年開放之後，擁有大量嘅製造業技術，佢嘅工人咧都學識好多呢啲嘅技術，知道點樣生產、點樣做。而喺中國國內嘅基礎設施咧，亦都起好晒，所以外資要搬其實唔係咁快可以揾到替代品，而佢嘅成本可能亦都會好高。呢個 S&P 嘅研究就指出，成個第二階段嘅搬遷咧，可能要花幾年，甚至係10年嘅時間先可以搬清。所以我哋而家都睇到啦，大部分嘅外國公司仍然係採用呢個中國加一嘅策略，保留中國嘅生產，但係同時咧亦都將生產多元化去到其他嘅國家。過去2年啊，呢啲科技硬件公司咧已經超過一半嘅新投資資金係投落喺北美洲、歐盟、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同埋印度等等。呢個第3嘅階段可能可以同第2階段咧同步進行。呢度係指生產嘅原材料，譬如稀土、石墨、鎳、鋰等等。咁好多人可能都有留意到㗎啦。呢啲稀有材料嘅生產地咧，其實中國係佔咗好大嘅優勢。中國加工咗接近90% 嘅稀土元素，佢哋亦都係全球最大嘅石墨供應國，佔咗全球供應65%。至於鋰嘅供應，中國亦都入咗全球3大，而歐盟98% 嘅稀土咧都係由中國進口，而美國咧就進口緊78%。當然啦，呢啲國家唔係冇準備嘅，冇上游嘅資源，佢哋又點樣搬啊？所以呢個先係世界點樣競賽嘅 roadmap。雖然中國係最大嘅稀土生產國家，但其實加拿大先係擁有世界上面已知最大嘅稀土存量同埋資源，只不過佢係未投入生產啫。而全球淨係得4間嘅公司有足夠嘅設施去加工同埋提煉稀土，一間喺中國，一間喺緬甸，一間喺美國，另一間喺澳洲。睇翻資料啊，美國依家係好積極喺2027年咧建立屬於自己嘅稀土供應鏈。暫時嚟講，澳洲、加拿大同埋英國就係佢最大嘅供應鏈中心。澳洲係加拿大之外啊，另一個擁有呢個好豐富嘅礦物稀有資源嘅國家。韓國咧自己喺2022年已經同澳洲簽訂咗呢個關鍵嘅礦物協議，今年咧又走去同馬來西亞簽訂其他嘅礦物協議，而足足有接近20個嘅國家近年咧都加強喺呢個供應鏈上面嘅戰略合作，當中咧就唔包括中國同埋俄羅斯。暫時我未睇到外資遷出中國咧有一個好明顯嘅 slow down 嘅現象，而製造業方面咧仍然面對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啦。當然對中國自己嚟講，2025年咧嘅重點就係放喺佢哋嘅財政政策同埋貨幣政策點樣去刺激佢哋嘅經濟啦。財政政策即係指政府用自己嘅錢去幫助發展經濟。中國就已經宣布咗佢有10兆嘅人民幣咧喺5年裏面計劃去用嚟還翻地方政府嘅舊債，同埋咧對經濟發展有更多嘅支持噶啦。而喺貨幣政策上面咧，呢一個就係央行嘅工作，主要係用嚟咧管理市場上面嘅錢有幾多，同埋佢個利率要高定低。中國央行、人民銀行咧就好似一個國家嘅大錢莊咁樣，負責咧去管錢嘅流動性，同埋咧幫助經濟穩定運行。今年佢就宣布咗啟動呢個公開市場買斷式逆回購嘅操作工具，係咪好難明呢？我呢度解釋少少下。簡單嚟講咧，呢個工具即係用買賣嘢嘅方式去控制翻市場上面嘅錢有幾多。如果市場上面嘅錢唔夠用呢，央行咧就會放翻啲錢入去市場啦。但係如果錢太多，央行咧就會收翻啲錢翻去。呢度買賣緊嘅嘢咧，即係指逆回購啦。即係銀行同埋央行之間嘅短期借錢合約。當銀行需要錢嘅時候，佢就會同央行講：不如我賣一啲國債俾你，過幾日咧，我又同你買翻啦。所以央行嘅角色咧，就係等於借錢俾銀行啦。咁樣銀行就會有更多錢可以借俾公司同埋啲老百姓。以前嘅逆回購操作咧，係銀行賣咗啲國債，但係喺幾日之後咧要買翻嚟嘅。但係依家嘅買斷式係指一次性嘅買斷，即係話銀行唔使再買翻個國債翻去啦，銀行直接攞錢，央行咧就攞國債。簡單嚟講，呢個買斷式嘅逆回購咧，係令到市場上面嘅錢有更多，方便咧啲公司嚟借錢、投資同埋自己發展啦。其實呢個財政政策同埋貨幣政策喺全世界嚟講，大部分嘅國家都有用，所以佢嘅成效其實係取決於呢個政策運用嘅靈活性
時機，而最重要嘅都係仍然係睇翻一個國家嘅經濟基礎係點啦。投資者咧就要留意央行佢嘅利率調整啦，同埋佢政府嘅借錢嘅情況，亦都要留意啦。如果大量嘅資金流入去市場嘅話，可能有啲資產同埋物價咧短期會被推高嘅可能性。如果經濟自己個底子係承受唔到呢啲高嘅物價，呢啲資產嘅價值可能會跌翻去一個真實嘅價值。比特幣突破10萬美元，佢仲會唔會繼續升呢？今日一齊了解一下。普京突然宣布要禁止呢個加密貨幣掘礦。On day one, I will fire Gary Gensler and appoint. 特朗普就話要炒咗美國證監嘅 Gary Gensler。Gary Gensler 係最出名對加密貨幣進行嚴格嘅監管。呢個係特朗普2019年嘅推文，而呢個係佢今年嘅推文。冇人知道呢個加密貨幣嘅法規會改成點，但係呢一個正正係加密貨幣市場未來嘅關鍵，而且仲有好多未知之數。Elon Musk 成為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嘅阿頭，呢個消息推動咗99幣飆升。除咗個名一樣，兩者咧其實毫無關係。佢哋可以冇原因咁樣升5倍，亦即係話佢哋亦都可以冇原因咁樣跌到得返1/5。幣市依家係處於一個極之波動同埋高風險嘅狀態。雖然存在風險啦，加密貨幣市場嘅短期前景咧，其實睇落去仍然係幾光明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係特朗普為呢個加密貨幣做緊2件非常之有利嘅事。佢分別提名 Howard Lutnick 同埋 Scott Bessent 擔任呢個商務部部長同埋美國財政部部長，兩位都係曾經多次公開極度支持加密貨幣嘅代表，佢哋兩個都被視為特朗普喺加密貨幣上面嘅靈魂人物。第二就係特朗普想推動美國擁有呢個戰略性嘅比特幣儲備。特朗普嘅比特幣策略顧問 David Bailey 曾經就喺 X 上面發過一個咁嘅文，佢就話至少有一個嘅國家正喺度積極咁樣增持緊比特幣，而呢個國家亦都已經躋身喺全球比特幣國家排名裏面嘅前5位。依家全球擁有最多比特幣嘅國家分別就係美國，有超過20萬個比特幣，之後就係中國、英國、烏克蘭、不丹同埋薩爾瓦多啦。咁雖然大部分嘅比特幣都係嚟自佢哋國內嘅執法機構由嗰啲罪犯裏面沒收所得嘅，但係按翻美國咁講，如果佢哋都係想將加密貨幣納入佢哋嘅戰略儲備嘅話，咁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 game changer 啦。總括嚟講，加密貨幣市場依家係處於一個好關鍵嘅時刻。Bitcoin突破10萬美元，但係佢嘅未來走勢都仲係有好多唔確定性嘅。全球嘅政策動向，譬如普京禁止掘礦，特朗普提名唔同嘅官員，甚至係 Elon Musk 嘅影響，都增加咗幣市佢嘅風險同埋波動性。但係可以好肯定嘅就係，越嚟越多嘅國家接受 Bitcoin 喺金融體系裏面嘅地位喺未來只係會不斷咁樣提升。喺度我想你哋幫我一個忙，就係訂閱我哋個 channel 啦。依家我哋有42% 嘅觀眾已經訂閱咗 Rain is Here，我希望呢個數字可以上到50%。你哋一個訂閱絕對可以幫到我哋嘅 channel 走得更遠，唔該晒。好啦，去到新一年，我哋應該將啲錢擺喺邊度呢？2025年第一個擺錢嘅地方，當然就係投資喺自己身上啦，即係你要增加自己嘅技能。股神就講過啦。最好嘅投資就係投資喺自己嘅身上，學習知識同埋投資係永遠唔使輸錢嘅投資，回報永遠都係正數。你可以增值自己嘅技能去幫助你喺工作上面得到更高嘅人工，又或者增加你自己投資知識，幫你喺投資上面作出更正確嘅決定。第二個地方就係儲錢啦。咁究竟幾多錢先夠退休呢？呢個係好多人成日都諗，但係又冇答案嘅問題。啱嘅，其實我以前好耐之前都曾經都以為係咪1000萬啊、5000萬，但係一諗到呢啲數就覺得好難啊，好似想打退堂鼓。有個目標梗係好嘅，但係對好多人嚟講，呢幾千萬係有啲離地，遠到都唔知點樣開始。你而家睇到就係我以前用嚟儲錢嘅方法。呢度有4個籃，呢個係固定使費，呢個係投資，呢個係儲蓄，哈哈，呢個正啦，係無負擔嘅任用錢。上面我簡單assign咗唔同嘅比重，每個月一出糧你就將啲錢按比例放喺唔同嘅籃上面。係啊，我真係講現金啊，用現金又
有現金嘅好啊，因為你睇住啲錢少嘅時候，你知自己使咗幾多啊嘛。但係當然啦，你都可以開翻唔同嘅銀行戶口，將啲錢咧轉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呢個方法係可以令到你冇咁大負擔，而且有一定程度嘅玩樂，仍然咧可以堅守自己嘅目標去做儲錢同埋投資，按翻你自己嘅理財計劃去行事。而如果你每個月嘅固定使費咧係2萬蚊嘅話，你嘅目標咧就係儲夠6個月嘅固定使費，即係12萬啦，作為你嘅緊急備用金。我呢度係指 cash 或者係可以即時動用到嘅錢。當你有儲到我頭先講嘅儲備金金額之後，而且亦都有投資自己身上，學咗乜嘢係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之後，就歡迎你加入呢個投資行列啦。耶！當你有足夠嘅緊急錢，你就可以加大你投放喺投資嘅金額上面，因為咧你就唔再怕突然之間失業，你嘅心理質素咧都會比較穩定，可以適合做一啲更加長線嘅投資組合啦。睇呢個表你就知點樣賺得比你個 friend 更加多錢啦。聰明嘅小明咧，淨係做咗一樣嘢就賺多過豬阿強26萬。係啊，佢只係早過阿強咧10年投資。投資係我之前介紹過嘅美股大盤指數，譬如 VOO 啊、SPY 等等，長期持續咁樣投資10年就可以跑贏晒遲過佢起步嘅所有人噶啦。用一半嘅時間回報咧就高出47%，所以複息就係最大嘅威力啦。冇錯，最佳嘅投資時機咧就係10年前，而第二個最佳嘅投資時機咧就係今日啦。所以咧就唔好再等，盡早開始。咁美股依家咧又係 record high， 好多人就問我啦，係咪唔好再衝入市咧？喺過去30年以嚟，美股表現最好嘅交易日裏面，一半咧都係落喺呢個熊市跌市嘅日子裏面，而喺牛市裏面咧，淨係得22% 係股市表現非常之好嘅交易日。所以投資者嘅入市時機咧，其實就唔係按呢家市場係牛市升幾多，我就要衝入去跟風去買嘅。對我嚟講，更重要咧係為一啲低估值嘅股票去買，耐心咧去等呢個減價嘅機會。我呢個課程裏面咧就有教估值同埋分析公司財報噶啦。如果想學多一啲咧，可以睇下面嘅連結。對於冇時間睇市或者係新手嘅你咧，投資美股最好嘅方法就係我呢個豬都會嘅入市策略，即係定期、定額、長期持續、複息滾存咁樣再投資。升市你又買，股災你都買。但係啦，注意呢度咧就係指大盤指數股或者一啲極優質嘅公司股票。如果睇翻啦，由2014年開始啊，美國股市咧已經持續跑贏全球嘅股票市場，所以美股都係喺我個組合裏面咧必定有嘅資產。我投資咗佢哋咧都好多年噶啦，而呢段影片咧都有詳細教導。咁今年投資者亦都要留意啦，特朗普嘅新政對通脹嘅影響，因為通脹會影響美元，亦都會影響美國嘅利率走勢。而頭先提過同自動駕駛車 FSD 連帶嘅周邊產業咧，亦都可以注意。呢度都要提一提啦，呢個唔係投資建議，投資有風險，記得自己咧做研究做估值，按你自己嘅風險胃口去決定要唔要入市啦。受惠於 FSD 嘅上下游產業，當然包括呢個晶片公司啦。咁呢啲咧就係一啲股票嘅例子，而地圖公司咧都係我睇好嘅。其中 DeepMap 咧喺市場上面係一個較佳嘅領導位置啦，但係咧已經俾 Nvidia 收購咗啦。至於 AI 同埋軟件公司都將會受惠啦。鎳啊、鋰、稀土等原材料嘅供應商咧都可以留意。而喺2025年咧表現比較好嘅行業咧，會包括科技股啦。呢7大公司無論係由 Cloud 定係 AI 軟件、硬件、生態系統、晶片、社交平台，甚至係元宇宙同埋 FSD 咧，佢都已經係包含晒所有嘅龍頭發展公司㗎啦。咁今年都可以留意下金融同埋銀行業嘅股票，仲有必需性消費產業。呢啲必需性消費咧係屬於防守型嘅股票，咁我自己覺得咧喺一個 record high 嘅股市上面都要 keep 一啲 defensive 嘅股票，而裏面咧 Costco 同埋 Walmart 咧我都有持有噶啦 ，Patreon 上面都有提及過好多次，呢啲係一啲日常生活必需嘅公司啦，所以對佢哋嘅需求好穩定，亦都唔會受經濟波動影響得咁大。2025年都可以用佢哋嚟做呢個平衡風險。如果睇咗我嘅觀眾比較耐嘅話咧，可能會有啲會同我一樣啦，已經持貨超過2年以
以上㗎啦。咁我自己中間咧都會有不定時咁樣做 rebalancing， 即係套出部分嘅利潤。我自己咧都有做呢個 AI rebalancer 嘅 app。如果咧係我哋豬投資課程嘅同學仔咧，將會可以免費享用。咁另外國防股都可以留意啦。我以前喺 YouTube 咧就有提過 Planeteer 啦，呢隻股票我都有持有。其餘嘅國防股嘅例子，譬如呢啲啦，咁呢啲咧我就自己就冇持有嘅。另外當然要留意 Bitcoin 同埋 Ethereum 啦，呢啲都係我持有8年以上嘅加密貨幣資產㗎啦。咁喺呢個減息嘅預期同埋特朗普嘅政策推動之下咧，我自己就會繼續睇好佢哋，但係就要小心留意佢哋個風險同埋波動性係極高。而有一啲特朗普政策之下咧，可能會受到影響嘅產業都要留意啦。譬如再生能源啦，特朗普就可能會取消拜登之前嘅補助。咁另外汽車業啦，因為汽車業可能會面對中國同埋歐洲對美國關稅嘅應對措施影響，而喺原材料供應方面咧，加拿大亦都可能會向美國實行一啲反制嘅措施。咁所以咧，對美國嘅汽車製造商可能會有影響，而耐用消費品譬如家具家電嘅公司咧，可能都會受影響。好啦，依家終於到呢個影片嘅尾聲啦，一個咁長嘅影片咧，依家錄到喉嚨都痛埋，因為之前個鏡頭 set 得唔好，需要重錄。Anyway 啦，希望呢段片可以幫到大家喺2025年咧做一個全新嘅投資計劃啦。如果你哋有興趣用 Odoo 嘅話，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資訊欄咧，用我嘅連結免費試用啦。喺呢度同大家預祝呢個聖誕快樂，同埋咧新年進步。下次再見，拜拜。